Hello，大家好，我是 Judy，你们好吗？今天这集影片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对于我自己2024年工作还有生活方面的回顾，同时也跟你们聊一聊，就是我对今年2025年自己的一些计划。2024年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还有尝试，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主要都是花时间在2件事情上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增加自己个人的收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认真的经营生活。我会先跟你们分享我去年一整年9种不同的收入来源，以及他们分别各占我总收入的百分比，顺便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同时呢，生活方面我也会跟你们分享对于我个人成长、人生体验有很大帮助的亮点。那我们就先从个人收入方面开始。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去年一整年呢，我是有9种不同的收入来源，其中里面的前面8种跟我去年做年度回顾的时候的分享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可以分成大致上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正职工作所带来的收入，第二个部分呢是我投资房的租金收入，第3个部分是 YouTube， 第4个部分呢是投资方面的收入。那我们先讲就是我的正职工作的收入，大概可以分成2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工作的基本薪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透过一整年的努力所得到的奖金。那我们先讲基本薪资的这个部分。前情提要，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我现在是在美国一家科技公司担任他们的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的这个部门呢，主要是透过数据分析还有系统管理去规划整个公司的销售策略，以及优化他们整个营运的流程。目标很简单，就是帮助公司去拓展新的市场以及提升业绩。那在去年一整年呢，我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基本薪资大概是占我全年总收入的 67.56%， 是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那同时去年一整年在工作方面呢，我从老板还有同事那边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非常开心，就是我觉得一整年的努力都有被看见。所以在公司的 performance review 之后呢，我有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奖金以及很高百分比的加薪。那我工作的奖金是占我全年总收入的 11.57%， 我觉得还是算蛮满意的。尤其其实我去年9个多月都是在怀孕的状态，我一开始会非常的担心说怀孕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工作的表现，但还好因为很幸运，就是身体上没有太多的不适，我还是有很多的动力去挑战自己，然后学习新东西，在工作中表现得越来越好，然后持续的增加自己的个人收入。好，那接下来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的投资房的收入。在我搬来美国之前，其实我在加拿大就已经有一个投资房，这个投资房所带来的租金收入一直都是算我比较稳定的被动收入之一。那去年一整年的租金收入的话呢，是占我总收入的 9.65%。 虽然这个收入算还蛮稳定的，可是其实我觉得 year over year 它的成长不会太多。那主要呢是因为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加拿大它有 rent control， 房东不能依照自己的心情喜好等等的随意的去调涨租金，它有一个固定的 percentage， 就你最多只能涨到这个 percentage， 除非是换一个新的租客。但是就算是换租客，你的租金其实也是被市场牵动。那最近2年我觉得加拿大经济表现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市场其实也会限制住你每年租金的这个成长。好，再来呢就是第3个部分的收入来源，也就是 YouTube 所带来的收入，大概可以分成3个小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 YouTube 广告。那去年一整年呢，我的 YouTube 广告带来的收入是占我总收入的 1.02%。 其实说实话，这个收入已经比我预期的高很多了。我当时对我2024年的期望是希望可以拍比前年更多的影片，所以应该要拍22支影片以上。但是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年前的时候就突然怀孕，在工作生活方面我都有重新去调整还有安排，再加上 YouTube 不是我的副业，它只是我的兴趣，我还是必须要把我的正职还有我的生活摆在优先。所以去年一整年我只有发布了8支影片，这边也要非常感谢那些没有退订然后还有持续在看我的影片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一年只有8支影片真的是少得可怜，广告的收入还有占 more than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的惊喜了。接下
下来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 YouTube 业配。那 YouTube 业配给我带来的收入是占去年总收入的2.41%，非常开心。我去年有机会跟4个不同的品牌合作不同的4个影片，但同时呢，也有很可惜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前面讲的怀孕，然后加上很多的旅游还有出差，其实错失了很多跟更多厂商品牌合作的机会。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可惜的。那最后一部分 YouTube 给我带来的收入呢，是 affiliate 的收入。有的时候我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一些我自己真的有在使用的好物。那我分享这些好物的时候，有些品牌会一起合作，给粉丝观众一些 discount， 同时品牌厂商也会给我一些分润。但是这个部分呢，占我的全年总收入是只有 0.03% 而已。主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也不太敢去分享一些我自己没有使用过，或者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产品，所以我真心分享出来都是那种自己会持续在使用，或者我自己会再购入的一些产品。那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爱买东西的人，所以相对来讲，能够跟品牌有合作分润的这个机会就少很多。YouTube 广告、业配以及品牌分润是我所有的收入来源里面占比最少，同时也是最不稳定的收入。并不是说 YouTube 我觉得不赚钱，而是我并没有把 YouTube 当成一个副业来经营。YouTube 带来的收入更像是一个 bonus， 不是被动收入，而且也不是很稳定。那最后一个收入来源呢，就是我的投资收入，它大概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我股票方面的投资，还有其他的投资收入。那我们先讲股票投资的收入。去年一整年呢，我的股票投资收入是占我总收入的 7.32%。回顾一整年，我的股票的 portfolio 它整个 growth 是 60.47%， 比我的预期还有比前年的表现都还要好。去年股票的获利呢，主要是来自于 Tesla 在年前的时候有重新调整我的选股，重仓 Tesla， 所以把均价拉得很低。那大家也都知道，在差不多年末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Tesla 就一路飙涨。我在高点的时候做一些出清，其他的选股呢也有跑赢大盘，所以整体来讲，股票投资方面在去年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其他投资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些固定的定存，还有退休基金方面的投资，总共是占我总收入的百分比的 0.93%。整体来讲，我觉得 portfolio 的表现还 OK， 大概是 16.29% 的 growth。 因为我有操作股票嘛，其实风险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其他的投资我通常都是会选风险相对较少、收益比较稳定的一些产品。以上呢，就是我去年9种收入来源里面的其中8种。那第9种到底是什么呢？第9种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另外一半，我们在加拿大创业了，我们开了一间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y， 我们2个人的专业的结合，开了一家 B2B 的 company。 我在去年的2月的时候接下了公司的第1个案子，接下来一整年，我另外一半也接到了很棒很大的一些 case。 这个创业的收入就是我去年第9种收入来源。那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部分算在其他8种收入来源的 percentage 里面？是因为毕竟是我跟另外一半我们俩一起经营的这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家庭收入。一定要算的话，公司的收入跟我的个人收入占比，个人收入 80%， 公司收入 20%。我觉得以第1年，在我们都还是以正职为主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这个表现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很大的影响我对于今年还有未来的一些安排还有计划，我在影片最后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好，那以上呢就是我2024年一整年的收入回顾。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生活方面的一些 highlights。如果要给我去年一个形容词的话，我觉得我会用丰富这2个字来形容。有4个很重要的 highlights 让我一整年都过得非常的丰富。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我跟我另外一半一起创业开了公司，这个其实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很开心在去年做到了这件事情。如果未来有好的表现，或者是有任何工作上的变动，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细节。第2件事情呢，就是在去年一整年有很多的旅游还有出差的体验。
除了旅游跟出差呢，让我2024年很丰富的一个 highlight 就是我在3月的时候跟另外一半在西雅图登记结婚，然后我们在7月的时候在西雅图举办了我们心目中真的觉得很完美、非常非常喜欢的婚礼。那最后一个呢，2024我觉得我的生活亮点就是我怀孕了。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止丰富了我一整年的生活，我觉得它也是丰富了我接下来整个人生。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之前拍怀孕的 vlog 或者是 Q&A 影片的话呢，你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去看看。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我2024年生活方面的一个回顾。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今年2025年的一些计划还有期许。首先是我的正职工作方面，我还是非常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升职。每个公司不太一样，但是呢，对于我这个公司来讲，从我这个 level 要跳到下一个 level，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 CEO 的 approval 的。有些人可能会卡在我现在这个 level 3年5年。虽然说今年不一定可以直接达到升职这件事情，毕竟我今年会请很多个月的产假，但是呢，有3个 project 是我希望可以把它好好的做好，帮助我在未来升职的道路有一个很好的铺垫。再来呢是创业的部分，就是我跟另外一半一起在加拿大开的那个公司。其实按照我们的计划还有我们的预期，今年是非常非常有机会可以直接 double the revenue。接下来有很多让我们很期待的案子，希望我们2个人可以一起努力去完成。同时呢，也希望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机会，接到更多的案子，为再下一年去做一个铺垫。最后呢是跟宝宝有关的，这是我第1年当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也有一点点小的不知所措。但是希望今年一整年呢，我能够把我的宝宝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给我开启妈妈的这个新身份带来一个很好的开始，就好像开业一样，希望有一个好彩头。我们今年也安排了要回台湾，真的超级期待带他回台湾。我那个机票已经早就订好了，而且拉的时间拉得非常长，希望可以好好的带宝宝体验认识台湾。除了这3个计划目标之外呢，其实今年对我来讲真的算是不确定性偏高的一年，主要也是因为迎来了妈妈的这个角色，不管是我的健康也好，或者是小孩的健康状态也好，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又要完成自己生活跟工作方面的目标，我觉得2件事情是今年超级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第二个就是健康。我真的在怀孕的过程中深深的体验到说，如果做不好时间管理，或者是健康有出了状况，不管你有再大的动力、再乐观的心情，或者是再完善的计划，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呢，今年一整年时间管理跟健康管理也会是我重点中的重点。如果在这2个方面有一些好的心得经验，或者是你有好的心得跟经验，欢迎分享给我，然后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超级棒的2025。那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